Viva la vida 是西班牙语，意思是生命万岁。我觉得我想要的生活是充满变化的，充满挑战的。人生很快很快，我不想把最好的这24、5年花在一个地方，花在赚钱、养家、受到他人认同。我更想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叫陈汉斌，今年33岁。之前呢，我是一个话剧导演、制作人、演员，大概是从我10岁左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对世界充满向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逐渐的就把这个梦想淡忘掉了。突然有一天，环球旅行的想法就闯入我的脑子，然后我一下子就从床上坐起来了，一夜没睡，我就开始在电脑面前就开始查所有的资料，它有多大的可能，有多大的困难，有多大的挑战。多长时间？2年。就这么一圈全走，怎么可能呢？挺逗啊！这是一个完美的想象，这是我的梦想。我的家人完全不理解这件事情。现在是你的事业的发展期、上升期，就是你为什么要突然一切都扔掉？那时候我才只有28岁，我不想守着幸运过一辈子，于是我就卖掉了我所有的家当，开着一辆房车，开始了自己的环球旅行。我还是相信自己，即使一无所有，我还能够重新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不要担心。我觉得陆路的旅行是你跟世界的对话。你进入到一个国家，你一定会从最荒凉的无人区的地方进入，然后一点点走进乡村，一点点走进城镇，一点点走进城市。经常我们会开车开到很晚，外面完全是黑，然后第二天早上你一打开车门，看到外面是花海，有的时候外面是雪山，有的时候外面是戈壁是沙漠，有的时候外面就是大海。很多你的最美丽的风景不是你期待当中的，而是你偶然遇到，它的意义完全在于这个过程，而不在于你要去的那个地方。其实环球旅行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。我记得在圭亚那，陆路进入这个国家的路只有1条，完全在热带雨林。我们的车自重又特别的重，大概正好在中间的地方陷在了这个泥潭。求求你别在那扒了，行不行啊？我手已经破了，我们被困在这儿了。倒出去，放弃灾难。这种国家根本没人救你，你指着来个直升机。这边手机有信号吗？有没有？看，没有。我们在那儿被困了3天多，到最后是一个4辆越野车的一个车队和首尾相接，才把我调查一点。我要哭了，真的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大路是不怎么样？人还是不错嘛。我不想做一个普通的游客，我都希望尽量的去体验当地的文化。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有一个人种叫红泥人，我们就非常找到那种特别原始的红泥人。到了那个村落之后呢，见到很多的人很好奇的就围上来，就在这块地上就开始拿几个石头，然后垒成一个炉子的样子，开始生火。不是用手直接吃是吗？哇，好烫好烫好烫！然后我们觉得，我们体验了他们的生活，好像也应该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。我们用发电机接了电，用了投影仪，把我们拍摄到的他们的视频投影在大荧幕上。那可能是他们生平中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影像。我们还想说，我们给他放一部电影看看吧。于是我们在电脑里找到了一部施瓦辛格的《终结者》，有液态机器人的那个。我觉得他们可能也觉得很有意思，很惊讶的样子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，看着他们真的是天真的朝着我们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看他们在泥巴，我说能不能请他们把我们也化妆成跟他们一样的样子？这可能是在我整个旅程中第2疯狂的事。其他的身上所有的地方全都抹成红的，他们都很兴奋，很有意思。看过。哎呀！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里没有新闻里那样的危险，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、友好的。那么我出去之后验证了这一点，原来世界真的跟我想象的。
结束了这个旅行，沉静下来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以前身边人都这样，所以你觉得哦，我应该工作、赚钱、买车、买房、生孩子。但是你看了世界上那么多不同文化的人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，他们在以千奇百怪、跟你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在生活的时候，你就会思考哦，你的人生有这么多种可能，那么你想要哪一种？很多人跟我讲说，你能环球旅行就是因为你有钱，就像你有房子可卖啊。很遗憾，他们只看到了这个。我当时想的是，我要竭尽全力，那我的房子卖了，我就买一辆房车。如果我更少，只有几十万，那可能我会选择骑自行车的旅行。更少的话，我可能有大车一样旅行。这件事情在于，你总说它是你的梦想，你愿意为你的梦想付出多少？你愿不愿意为你的梦想全力？环球旅行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，我理解这种浪漫更是一种冒险的浪漫，一种探险的浪漫，一种对人生探索的浪漫，一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，可能属于大航海时代的那样一种浪漫。Right behind me.